连续1周，我家楼上每天凌晨2点就开始洗衣服，轰隆隆的声音穿透地板，吵得我整夜睡不着。我想上门理论，可一想到楼上男人凶神恶煞的模样，我就怂了。直到周一，好多警察围在了我们的楼道口，拉起了警戒线。警察将我拦住：“你家楼上死人了，你知道吗？都1周时间了，你一点异样都没有察觉到吗？”送儿子上学回来，2名警察将我拦在楼下。我有些紧张，看向面前的男警察：“怎么了？这是？”“徐晴，住在302室。”“对。”得到回答后，男警察面色凝重地说：“你楼上那家人死了。”我身子往后仰了仰，不可置信的又问了他一遍：“你说什么？我家楼上死人了？不可能啊！”我突然拔高了声音。他警觉道：“怎么不可能？还是说你发现了什么？”我快速摆了摆手，咽了咽口水：“不是，我家楼上每天晚上都在洗衣服，每天。”我麻利的掏出手机：“不信，你们听听，这是昨天他们洗衣服的时候我录下来的。”警察接过手机，点了播放。那长达近2分钟的录音里，真切地录下了楼上洗衣机的轰鸣声。“你们楼上楼下隔音这么差吗？”我点了点头：“是啊，要不然为什么我们这栋楼上没有多少住户？”我指了指他身后的楼道口：“我现在能回家吗？我女儿还在家里睡觉。”警察点点头：“方便我们去看看吗？”我快步跑上楼，打开门，发现女儿还在熟睡后，我这才放下心来。身后几名警察开始四处查看。之前在楼下和我搭话的警察很突兀地来了一句：“你和你楼上的关系应该很差吧？”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但还是如实的嗯了一声。楼上那夫妻俩脾气不好，我们吵过一架后，他们整天变招法，搞一些大动静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我还瞥了一眼床上的女儿，看到她没有任何要醒的迹象，这才顺势坐在了警察的对面。因为什么吵架？之前是因为阳台。说着，我伸手指了指阳台。他家阳台是开放式的，我家也算个半开放的。那天他家刚洗好的衣服掉到我家，说我故意弄坏了他的衣服，上门要赔偿，张嘴就要1万块钱。每想到这件事，我都能气红了脸。警察，好家伙，这是狮子大开口。那你们怎么解决的？我告诉他们不可能赔钱，可对面不依不饶，骂我儿子又骂我女儿，最后物业上来让我赔500块钱。警察眯起眼睛：“那你亏了呀，对他们怀恨在心吧？”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当然能听出来。警察同志，你的意思是我一个独自带着2孩子的妈妈，会为了这500块钱杀人？就算是他们俩口子什么体格子，你知道吗？这下他没说话，只是默默地看着我。我叹了口气，说实话，那件事之后，他们俩口子就开始报复我，每天都会制造噪音，而且是在深夜。之前半夜是在楼上打麻将，给我们阳台扔垃圾。说到这的时候，我有些愤愤不平地冲到了阳台。你看，这里面都是烟头，之前还有零食袋子、外卖盒子，还有各种套挂在我儿子女儿的衣服上。现在我哪里还敢给阳台挂衣服啊？这时，一名女警察走了过来，她在男警察的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。男警察顺势站起身，他环视了1周。你家除了你和孩子，没有别人了吗？我摇了摇头，没有。你撒谎！警察突然拔高了声音，女儿被吓醒，哇哇大哭起来。我顾不得其他，赶紧冲回卧室，抱起了女儿。也是这时候，我发现卧室里的衣柜被打开了。我一只手抱着女儿，一只手开始找尿不湿。全部弄好之后，女儿终于不哭了，可我却累出了满头大汗。警察指了指衣柜：“你说你家平时就你们3个，那这里面的衣服你怎么解释？还有这些补品和鞋子都是谁的？”我半张着嘴：“这是我婆婆的。”“你婆婆呢？”“前段时间死了。”说出这句话之后，气氛变得古怪起来。我慌乱解释：“我婆婆是猝死的。”“真的？我可以找当初的医院下的死亡通知书给你们看。”警察：“猝死？因为什么？照顾孩子太累了，还是什么？”我屏住了呼吸，可眼泪还是不自觉地掉了下来。警察：“说说为什么？”我拍了拍女儿，又腾出手擦了一把眼泪。她身体不好，我生完孩子后她太劳累，没有熬过去。一旁的女警察给我递来一张纸：“你老公呢？”我吸溜了2下鼻子：“他在外面打工，我现在这样子也不能出去工作，这不里里外外都靠着他一个人。”男警察又在卧室走了几步，最后抬头看向一旁的阳台，他若有所思，将视线放在我女儿身上：“孩子还小，你整晚睡不好吧？”我抖动着孩子，然后回答：“是，顾完小的，还要看大的。你说楼上这俩口子每天都制造噪音？”我点头说是。每到半夜，他们家都开始制造各种声音。实话和你们讲吧，要是我真有能力，我肯定会弄死他们。因为情绪激动，我整张脸连带着脖子都涨红了。
2名警察悄声说了2句话。男警察，基本情况我们也了解的差不多了，后续还有什么问题，我们还会再找你。眼看人要走，我赶紧放下女儿，将人送到门口。门快关上的那一瞬间，男警察突然伸手拦了一下。还没问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没工作。见我有些发呆，他又很轻快地笑了一声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问，之前在你没有生孩子的时候干什么工作的？我以前是在饭店后厨当下手的，现在偶尔有空闲了会卖麻辣烫。男警察点点头，走了。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整个身子都在抖，身体靠在门框上，滑落到了地上。刚才警察说这家人死了1周的时间了，那么每天晚上听到的洗衣机的声音是什么？想到这里，我快速拉开门将下了1层楼的警察喊住：我每天晚上都能听到他们家在洗衣服，要不然你们排查一下他们家的出水量吧。男警察，好，谢谢你提供的这些消息。一整个上午我都心绪不宁。警察在楼道里跑上跑下，整栋楼都热闹了起来。小区一共有8栋楼，我们这栋住的人最少，全楼上下只有4户人家。因为这栋楼之前有个老太太被儿子虐待，穿着红衣服跳楼死了。紧接着1周时间不到，一个高3的准高考生因为压力太大也选择跳楼自杀。自那之后，楼里的住户开始陆续卖房搬走，大家都忌讳这些，可穷人例外。如此便宜的房子，对我一个想在城里落户的穷人就是一个极大的诱惑。想到这里，我突然想给外地打工的老公打去一个电话，只是手机还没有掏出来，门铃又响了。透过猫眼，我看到门外鬼鬼祟祟的201业主。打开门之后，他迫不及待地进来。徐晴，警察来你家没有？来了，到底怎么一回事啊？楼上怎么会死呢？张平朝着地面啐了一口，他俩早该死了。哼，要是让我知道是哪个好人替天行道，我肯定要重礼酬谢。我示意他小点声，警察还没走呢，你别乱说话。楼上的402业主是我们整栋楼里面的共敌，他家媳妇胡搅蛮缠的能力我们都见识过。就因为有一次张平和他媳妇一起上楼，他媳妇当时手里提了东西，张平没有帮忙，就被这2口子追着骂了1年。我家门上都是他们的唾沫星子，死了活该。说到这里，他像是想到了什么。我今天起得早，警察来的时候我看到了。你知道那俩死得多惨吗？我摇了摇头。张平突然压低了声音，身上一点肉都没有，全是骨头架子。他啧啧2声，就2颗头还在。这话听得我心里直发慌，这么恐怖吗？张平猛拍了自己大腿，可不吗？以后接送小鹏小心一点。不过该说不说，这杀人犯杀得好，早他妈该弄死这俩玩意了。说话间，他还碰了碰我的胳膊，你咋不笑呢？按理说，你更希望他们死啊。这话一出，我心乱如麻。行了，特殊时期，我可不想被警察抓进去问话呢。你回去吧。看我这架势，张平无谓地咂巴了2下嘴，讪讪一笑，关门离开。这俩人结怨的人实在是太多。我们4户人家，他们和3家都有怨气，再加上刚才张平说他们死得很惨，我已经联想到了杀他们的人对他们有多大的仇了。这楼里，我、张平，还有一个年迈的老太太，一共就3个成年人。还不等我陷入思考，电话打过来了。喂，老公，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我没忍住哭了出来。我现在在回去的路上，别哭了，晴晴。儿子和女儿都没事吧？你回来了？我惊呼出声，看来警察今天没有传唤我，是等着我老公回来。还有半个小时下高铁。挂了电话之后，我开始满屋子打转，折腾下来，满头大汗，可手和脚还是冰凉的。儿子被接回来之后，就乖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我煮好泡面给他的时候，老公开门回来了。他气喘吁吁的，晴晴，我回来了。我猛扑过去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他拍着我的背，没事，别怕，我回来了。就在我准备和他倾诉的时候，2名警察跟了进来。我有些害怕的往老公怀里缩了缩。男警察大步走了过来，或许是看到孩子还在，他凑到了我耳边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身子一僵，是例行问话吗？警察，你心里知道。我捏紧拳头，老公自知这趟是必须去，有些担忧的看着我。妮妮的奶粉在柜子上，床头柜抽屉里面有她的安抚奶嘴。9点让小鹏睡觉。交代完毕后，我跟着警察上了车。路上，我知道了他的姓名，戴伟。他看着我，知道为什么大半夜喊你来吗？我怔愣了几秒，因为楼上死了，我是犯罪嫌疑人？是，也不是。因为我们怀疑他们夫妻2人的死和你有关。他突然拔高了声音，眼神死死地盯着我。我身子抖得更厉害了。我没有，因为紧张，我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。我没有，我怎么会杀人呢？我还有孩子需要照顾。可我为自己的辩解还没有结束，他就让我闭嘴了。到了警局，我被带去了问询室。
灯光打在我脸上，刺得我眼睛都有些睁不开。戴伟，说说吧，怎么杀死王博、宗妞妞的？我的身子被禁锢在凳子上。你说我杀人，仅仅因为我们发生过口角，就确定他们的死是我干的吗？我情绪有些失控，冲他大喊：这俩口子在外什么名声？你们警察打听一下就知道吧。他们外面多少仇人，凭什么认定是我？戴伟沉着脸，他将一个黑色的东西掏出来。现在人压力多大呀？有的因为3、5块钱都可以杀人，他们夫妻俩对你可是精神折磨，这不就是动机吗？照你这么说，只要和他吵过架的都是凶手了。可他却好像胜券在握，晃了晃那黑色东西。你和他们俩口子的积怨，没有你说的这么简单吧？我瞪大双眼，这是什么？录音笔。他没说话，只是将那东西打开，随着一阵嘈杂声过后，我和张平的对话竟然从里面清楚地传了出来。白天的时候，他竟然偷偷在我家放了录音笔。戴伟，和我们说说吧。我狂躁起来，说什么？我没什么可说的。对方丝毫不慌，不紧不慢道：说你婆婆到底是因为什么死的？今天下午张平来的时候口无遮拦，饶是我及时拦住了，可还是被他无意间透露出我婆婆那件事。我握紧了拳头，好，我说，我婆婆的死其实是他们间接造成的。见我松口，他态度也软了不少。只要你老实交代，还是有机会的。眼泪在眼眶打转，我强忍着酸意开了口。可我没有杀他们。1个月前，婆婆和宗妞妞在楼道口吵了一架。她那时候是送完小鹏回来了，在楼梯口看到了宗妞妞。都知道他家俩口子是什么德行，所以我婆婆是逼着他们走的。可千小心万小心，宗妞妞还是将我婆婆拦住。你家是不是很喜欢占便宜啊？上次那件衣服的事处理结果她不满意。我婆婆一听也来了怒气，当即和她掰扯起来。再加上每天他们故意制造的噪音，我婆婆压不住火气。你们每天这样折腾我们家是有小孩的呀，整晚的哭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有良心吗？婆婆的话惹怒了她，她一把将我婆婆推到了地上。等我听到楼下不对劲，透过窗户往下看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我婆婆有心脏病，等我下楼的时候已经死了。听我说完，戴伟问：为什么不报警？报警？医院都说了是猝死，报警有用吗？而且我老公也不让报警。一句话让本来靠在椅子上的戴伟瞬间坐直了。你老公不让报警？那可是他妈，他竟然不追究？我摇了摇头，我不知道。看着戴伟，仅凭这个你就觉得是我杀了人吗？戴伟拍了一把桌子，告诉你，张平现在就在你旁边接受审讯，还有什么你赶紧如实交代。我皱起了眉头，剩下的你们都知道了。他们夫妻俩各种找我麻烦，我不是还让你听录音了吗？没有直接证据的话，你是不是应该放我走？我虽然没读过几年书，但这些常识还是知道的。警察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只能留我24小时。你们要做的是查找真凶，而不是抓一个无辜的母亲。我抬头和戴伟对视了一眼，他说：你们小区有监控，楼道里没有，一共就你们几户人家，你们的嫌疑最大，没有外人进出，这1周的监控我们都看了，王博和宗妞妞就没有出来过。你自己说，我该不该怀疑你？我沉默了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选择沉默未必不是正确的。他出了门，留我一个人待在审讯室。这个小区里每栋楼都有监控，唯独我们那栋楼没有。闹出几次人命之后，小区里面所有的业主都闹着要把我们这栋楼拆了。有人请来了道士，说要找几户人家住，去邪气。于是我们几家捡到了便宜，住了进来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迷迷糊糊都要睡过去了。戴伟推开了门，他一把拉开椅子，没说话，只是看着我。我冷笑：怎么了？你这是找到新的证据了？他摇了摇头：没有，只不过我发现了几个疑问。他掏出一大叠照片，这张是王博家的门口，技术科说在他们脚垫下面有压过钥匙的痕迹，这就意味着他们家的钥匙谁都可以拿到。我觉得莫名其妙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拿了他们家钥匙吗？我怎么会知道那脚垫下面会有钥匙呢？戴伟挥了挥手：你别激动啊，听我慢慢说。你们楼道的墙新刷了吧？怎么了？这也是小区里面让的。小区物业最近确实在修缮小区，其中也包括我们这栋楼。经过1夏天的暴晒，外面的墙皮都脱落了。其他楼的业主都觉得这样的老破楼影响了小区的容貌，纷纷闹。最后物业无奈找了师傅来粉刷。难道这也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戴伟就像是随意的说了2件事，可我知道他的每一句话都是陷阱。我打起了12分的精神来应对。好，我们再回到最原始的问题上面。根据我的调查，你小女儿进过医院，惊吓过度。我的情绪瞬间被他点燃。是，
是那俩畜生干的。我不再压抑自己的情绪，肆无忌惮地骂了起来。当初那些事之后，他们夫妻俩就一直对我不肯赔钱这件事耿耿于怀。那天夜里，楼上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哀嚎声，整个楼道里的灯都亮起来了。本来就一直睡不好的女儿被吓醒，她不哭不闹，只是呆呆地看着天花板。我送去医院后，医生说外界刺激。谈及到女儿的事情后，我控制不住自己，开始拍桌子。身后的2名警察按住我的肩膀后，我才逐渐缓和。事后我就买了婴儿专用的耳塞。我抬头哭着问戴伟：“你也知道，我很无奈吧？我从小无父无母，认识老公后才算是有了家人。小时候的我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。这些事，想来在戴伟抓我之前就已经了解到了。”他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但说出来的话还是咄咄逼人。你身为一个母亲，在孩子遭受到这种危险的事，就没有想过改变吗？想过啊，怎么没想过？我每个睡不着的夜晚都想让他们去死，可我一个弱女子，哪里来那么多力气？我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。家里给孩子买的那些降噪的，你也看到了呀。改变不了他们，我只能默默地改变自己，起码保证了俩孩子睡觉的问题。戴伟长呼了一口气，所以你杀了他们，你和张平一起杀了他们，对不对？我逐渐冷静下来，戴伟的询问方式或许就是想通过这种极端的压迫从我口里套话。我和张平确实恨这俩口子，可杀人哪里有这么简单？警察同志，我想你没有几个小时可以关押我了。你没有证据，我虽然有动机，可你却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我杀了他们。突然门被打开了，戴哥，法医给的鉴定报告。戴伟随手接了过来，然后翻了翻，他在最后一页停留了很长时间，最后将其合上。你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？我整个身子的汗毛在他问完这句话后都竖了起来。后厨帮工。哪个饭店？具体的位置？已经倒闭了。帮工具体是干什么的？洗菜、切菜、准备调料。好。戴伟突然拍起了手。那我再问你，你现在是做麻辣烫的？是。你知道他们夫妻俩怎么死的吗？他站起身，拿起报告朝我走来。昏迷后被人冻到冰箱里，然后一刀一刀剃光了身上所有的肉。我吓得往后缩了缩。所以呢？所以你做麻辣烫需要大骨头吧？我苦笑，是，但是也不需要剔肉啊。我身上有很多疑点，还有杀人动机，可唯独没有任何证据。警察同志，是不是快到时间了？我可以出去了吗？我女儿还小。戴伟没说话，硬生生耗了我好几个小时，直到没理由继续扣押我。将我放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旁的张平，他比我更憔悴，甚至整个人都脆弱了不少。上车的时候，我听到了2名警察低声细语，这是密室杀人案，整个房子都干干净净，没有血迹。有难度啊。戴伟开车将我送回家的时候，我俩孩子已经睡着了，老公也被他盯上。他直截了当地问，当初你妈被宗妞妞气死，你为什么不报案？我有些无奈地开口，如果我是个光杆司令，我肯定追究到底，可我有妻子有孩子，他们就住在我们家楼上，平时就不对付，我还要外出打工，要是真惹怒他们，我老婆孩子怎么办？戴伟点了点头，这话没有任何的瑕疵。现在的社会，面对王博和宗妞妞这种人，大家都会选择退让，我们也毫不例外。戴伟又疑神疑鬼地看了一圈，这才离开。他走后，我抱着老公大哭了一场。没事了，真的没事了。之后的几天，戴伟每天都来楼上转悠好久才离开，离开的时候都会来我家看一圈。那天之后，我再也没有出去过，张平也是。直到这天中午，戴伟又走了进来。徐晴，我挺佩服你的，一个农村来的姑娘如此镇定。你之前在厨房的后厨都是干什么的？没交代清楚吧？眼看我又要被带走，我老公起身挡在我前面，你们又要干什么？戴伟冷哼一声，你也要跟着走，都带走。孩子也跟着到了警局，安排了警员去照顾。戴伟说，切肉、弄骨头汤，这些不都是你的活吗？我点了点头，是我的。你想说什么？那我和你讲个故事吧。几乎是带着诱惑性的开口，我循着他的声音看了过去。一个帮厨小工和厨师的爱情故事。俩人结婚后，婆婆跟过来照顾孩子，可楼上是个不好惹的。多次交涉下面，帮厨小工产生了杀机。他刀工熟练，就算是有不懂的，还有一个厨师老公。于是他选择在一个深夜和另外一个邻居密谋在一起，杀了人。我苦笑道，你到现在还觉得是我杀了人？他双手环抱着胳膊，是啊，拿着钥匙开了门。我觉得很是荒谬，难道他们乖乖站着不动让我杀吗？戴伟被我呛了一下，有些恼火。就算我会剔肉，难道他们就会配合让我剔吗？根据张平的描述，那俩人只剩下骨头架子。
内脏的什么都没有了，就算是中毒了也看不出来。你别忘了，他们还有头颅在，一旦找到证据，一定抓你。很明显，我又被强制带了进来。不过好在这次是12个小时。过了一会热，戴伟又来了，他拿着一份报告，看看吧，这是他们俩夫妻昏迷的原因，菌子中毒。所以呢？戴伟直视着我，你老公给你邮了一袋子菌子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瞪大双眼，有些诧异。你说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这件事我怎么不知道？我都没有见到菌子啊。戴伟，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我思考了一会儿，确实，每年的这个时候，我老公都会给家里邮寄菌子。今年我还没收到，前几天还想着问问。出了这事，我就忘了。我的回答可以说滴水不漏。戴伟，他们昏迷是因为里面有剑手青。剑手青怎么了？警察同志，我们不可以吃吗？他拿了我的快递，我还没有说什么，这也能成为我犯罪的前兆吗？确实不能。戴伟脸色难看，抿了抿唇，他脸上带着不甘心，骨头上没有指纹，嘴里也很干净。徐晴，我真的小看你了，现场一点痕迹都没有，血都没有一滴。徐晴，你真是个犯罪高手。我无奈地耸了耸肩，警察同志，你给我戴的这顶帽子太大了，我受不起。你要是有证据，随时可以抓我。现在可以放我走吗？我还有孩子，我女儿还小。戴维紧闭双眼，朝外面挥了挥手。走吧。现在一切都很明了，这案子很邪乎，警方手里除了那2具被发现的尸体，还有嘴里菌子的痕迹，什么都没有。房门没有被撬开的痕迹也就算了，家里都没有任何拖动尸体的动静，再加上楼道里没有任何摄像头记录，可以说这案子无解。我被带出到门口的时候，回头冲他笑了笑。警察同志，下次我进来的时候，能不能是有了实质性的证据，比如血什么的，不然我真的要向法院起诉你了。我挑衅十足的话彻底激怒了他，可他却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徐晴，你给我记住，我会一直盯着你的。再次回家的时候，我感觉无比放松。老公也回家了，他静静坐在我身边，下一秒眼泪就流了出来。咱妈在泉下应该心安了。随即他又略带紧张地看向我，不会被发现吧？我摇了摇头，怎么会？他们夫妻俩的尸体现在恐怕都被整个小区的流浪狗、流浪猫分食干净了，找到那些碎尸比登天还难。与此同时，张平也发来消息：你家换洗衣机吗？我想了想，先不换了。这场案件说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很不准确。王博家的钥匙在门口垫子下面这件事我们都知道，可要是复刻一把钥匙就会留下痕迹。好在刘平会点手艺，打开门轻而易举。老公给我邮寄的菌子混杂了好多种，不是了解菌子的人压根不清楚。我透过猫眼看到宗妞妞那张贪婪的脸，她拿起我的包裹快步上楼。于上钩后的当晚，我确定楼上没了动静，就和张平开门进去。王博和宗妞妞虚弱地躺在地上，用眼神求我们帮忙，他们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我和张平直接将宗妞妞拖到了洗衣机里面，随着机器的搅动，在漆黑的夜晚显得格外动听。血和碎肉流了很多，我们将提前买好的大袋子铺在地上，小心翼翼地将尸体放在上面，然后又对地上的王博一样的处理方式。张平拿出我家的洗衣机内桶，然后重新装到了这上面。接出来的血液一盆又一盆通过水管灌入马桶里面，我则是耐心地跪在地上剔肉。整整一夜，我汗流浃背，3个晚上我才将身上的所有肉全部剃光。这段时间，王博家里的洗衣机甚至都没有停下来过，里面洗的全部是我们的衣服。肉被我放在高压锅炖好之后，我做成了肉泥，运出去这些肉也不是什么问题。我处理得很小心，地面上一滴血都没有，没有任何的痕迹，只是那被换下来的洗衣机内桶现在被放在了我家洗衣机里面。这段时间，我时不时地丢一些不穿的衣服洗。那天女警察翻出我婆婆的衣服，其实是我刚洗好的，仔细闻还能闻到香味。1个月后，张平买了新的洗衣机。徐晴，旧的给你用。搬运的过程中，1楼的李奶奶出来了。慢点，磕了碰了的，不知道重新刷漆很贵吗？这话一出，我起了一身冷汗。搬运洗衣机的时候，难免留下痕迹。只是当晚楼道太过昏暗，第2天我想处理的时候，却被告知重新刷墙了。李奶奶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孩子这几天睡得好不好？